大家好，我们是牛爸兔妈。这一期呢，我们来聊一聊《Good Inside》这本书里提到的，面对小孩的眼泪的时候，家长该怎么做呢？首先呢，作者描述了一个情境，是一个爸爸对7岁的儿子说：“爸爸刚收到一封邮件，邮件里说呢，你没有选上那个比较厉害的棒球队，但是呢，你还在现在那支队伍里，也不错，对吧？这样你就不用和你的朋友们分开啦。”儿子听完以后默默哭了起来，爸爸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办，真不知道怎么办。作者让我们先回答一个问题，想象你和朋友聊天，聊到伤心处，你突然哭了起来，你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？我自己也很少哭，就真的很难想，我想不到。那现在呢，给了3个选项，选项 A， 我怎么哭了呢？有什么好哭的啊？真是太离谱了。选项 B， 朋友会不会觉得我很矫情啊？选项 C， 我为什么哭呢？肯定是有什么很重要的事，我的身体想告诉我，是什么事呢？你觉得你会选哪个？那就是最后那个，看起来像是正确答案，选最长的那个。是问你自己真实的第一反应，不是让你选正确答案。我的问题可能是我不会去哭，或者是去表达出来，我不会聊着聊着哭的。但是我常常会聊着聊着哭，就情绪上来了就会哽咽一下，这对我来说非常常见。我看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这3个选项我都不会选。我哭了的话呢，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我就是爱哭啊，我就是泪失禁体质，等我情绪平复一下，我就可以擦干眼泪继续聊。作者说呢，我们对自己哭的反应取决于我们小时候哭的时候是怎么被对待的。那你小时候哭的时候，你爸妈会怎么做呢？我能想起来，就想买玩具或者想出去玩不让，就混合双打。真的？就是假装打，就是吓唬。行，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印象非常深刻，就是我被小男孩打了，哭着回家，然后我爸就说：“哭什么哭？哭有什么用？你去打他啊！”在小孩的世界里，这句话确实也很难反驳啊。我马上就被他这个逻辑说服了，然后我就觉得哭确实没有用，我得把哭憋回去。我就开始怪自己怎么没打他，我下次肯定狠狠打回去。那你最后打回去了没有？你就打吧。打呀，我的性格就是很刚啊。你觉得为什么家长这么抗拒小孩哭呢？我其实觉得是家长自己软弱，他不想处理小孩这个麻烦，就让小孩压抑情绪。其实比方说你被别的小孩欺负了，他要么应该去理性给孩子提建议，要么就如果孩子太小的话，他也可以去找老师帮助孩子去解决这个问题的。他也没有给小孩提供一些可以解决的方法。你也可以打回去，但是你至少得问问孩子，你敢不敢打回去呢？那对方比你壮很多，还是说对方跟你一样，你就逼他去打回去，不管怎么样，其实就是比较敷衍的一个做法，反而说明家长自己比较软弱。我会把这一段发给我爸听。作者说呢，家长抗拒小孩哭的首先一个原因是，家长觉得哭就代表软弱。那在家长的眼里，哭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，那自然他就会要求小孩不要哭，不要做一个软弱的人，然后把这个认知一代一代传下去。我觉得这个认知好像对男孩尤其是这样的。你觉得你天生就不哭吗？对，可能这个我也是刚想问，到底是一开始就这样，还是有什么事情让我变成这样？作者还说了另一个让父母不喜欢小孩哭的原因，就是小孩哭会引发父母的内疚感，让他们觉得自己做父母很失败，这种感觉很难受啊，所以他们就会赶紧想办法让小孩别哭了。我觉得我妈是这样的，我不记得我小时候哭的时候我妈会怎么做了，但是我观察牛牛和图图哭的时候，我妈会马上想办法转移他们的注意力。有一次我还看到我妈很急促的对牛牛说：“别哭了，快憋回去。”你很明显的感觉到是我妈自己她很焦虑很不舒服。作者说呢，其实眼泪是我们身体发出的一个信号，是我们的身体想告诉我们的照顾者，我们需要关爱和情感支持了。这是我们为了和照顾者产生尽可能紧密的依恋关系而进化出来的。有道理。
我觉得这个说的挺对的。那你就没有进化出来这个能力呢？那怎么回事？这就是我的悲哀。你悲哀在哪里呀？就是有些时候你不高兴，或者说你遇到什么困难，你需要去 ask for help，会可能是你爸妈，可能是你另一半。那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的话，其实也挺悲哀的。对，就是这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求助的本能吧。但是你的身体直接放弃了这一条路。对吧？你其实是被压抑的，不是你天生这样的。对，那有可能是，但我想不到那件事是什么，具体是什么事儿。对，这就是我们这本书上第1期讲的，就是你的大脑不记得，但是你的身体记得。有可能吧。你的大脑不记得具体的事情，但是你的身体已经内化了这些信息。对，我同意，没问题。作者说呢，每次他谈到哭，总会有家长问他，如果小孩假哭怎么办呢？作者说呢，他很不喜欢这个问题，每次他都会反问，为什么我们觉得小孩在假哭呢？如果我们把孩子的眼泪看成是操控家长的手段，那我们就没有以同情心和好奇心去理解孩子，相信孩子，我们就把孩子当做了敌人。因为这本书讲的就是孩子他其实 good inside 的。对，这对我们成年人也是一样的。如果别人否定我的情绪，还污蔑我是演戏，那我的情绪肯定会更加爆炸。那小孩哭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首先呢，我们得告诉自己，眼泪是身体在传递情绪的信号，所以眼泪呢不是我们的敌人。可能这个信号会让我们自己不舒服，但是呢，我们得接受和尊重这个信号。我们也得把这个认知传递给孩子。作者说呢，他做心理咨询的时候呢，见到很多成年人突然就哭了，然后他们的反应是，我怎么哭了呢？没理由啊，我为什么哭呢？所以如果我们能告诉小孩，眼泪是身体发给我们的信号，这个信号很重要。有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比我们的大脑反应更快，所以我们哭的时候呢，就一定要给自己一点耐心，去理解身体发给我们的信号。如果我们能把这个认知传递给孩子，那我们就可以更好的保护小孩的心理健康。有道理。回到开始时的例子，那个爸爸可以做的是陪伴孩子，接纳和肯定孩子的情绪。比如跟孩子说，你真的很想进那个强队，没进去真的很难过，你可以哭，眼泪是身体发给我们的信号，这些信号很重要，爸爸陪着你。挺好的。回到我爸吼我的例子啊，相比哭什么哭，哭有什么用，你打回去啊，更好的处理方法可以是先陪着我哭完，跟我说你被打了很难过很委屈，哭一下没关系，眼泪是身体发给你的信号，这些信号很重要，爸爸陪着你。那等我哭完以后呢，再跟我讨论我应该怎么处理被打这件事。挺好的。这一章的内容就讲完了。你会担心这样教出来的孩子太软弱吗？应该不会。就当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，我们首先要认可这个挫折，认清这个事实，认可自己的情绪，然后再从这里恢复过来。那当下次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，他的内心就会更坚强，会更坚韧。其实这个就是培养 resilience 的一部分吧。我觉得非常的重要。对吧？你说呢？我是觉得大家把哭和软弱联系起来，其实是一件不太能成立的事情。就是从我自己个人的身上来看哈，虽然我爸妈不让我哭，但是我很爱哭，而且我从来不觉得我哭就代表我软弱，我只觉得那是因为我很感性，感性不是坏事啊。我不觉得我软弱，你觉得我软弱吗？有希望你软弱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很强势。对吧？对啊，谁会觉得我软弱啊？只会觉得我强势。对呀。好，这一期就是这样啦，我们下一期再见啦。了。